娘为太后准备的60寿辰之礼，把这些夜明珠摆在刘太后的宫殿里，足够照亮整个寝殿了。前世就是这批夜明珠在太后寿宴上大出风头，暴露了谢家富可敌国的财力，引得多疑的景隆帝痛下杀手。哎呦，婉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方管事，你出去死死守上院子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半步。世子。婉儿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这礼物难道不合适吗？娘，太后过寿是该准备，但绝不能像您这样。您可知，那些底蕴深厚的世家倾尽全族之财，方能得到那么一小颗夜明珠。可您呢，一出手就是整整3箱。您这哪里是在贺寿？您这是在告诉皇上，咱们镇国公府富可敌国。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是怕轻慢了太后的寿礼，惹她老人家不快。婉儿，那送这样小小的一颗成吗？娘，只送1颗足矣。倾一族之财，得1枚夜明珠，这更能显出咱们镇国公府对太后寿诞的重视。都怪我过去被国公爷保护得太好，全然不知这朝堂上的光剑影。这寿礼还是交给婉儿来办吧。不，娘，这方管事去寻一个匣子装起来，等太后寿诞那日，您亲自呈给太后娘娘。娘，您听婉儿的，绝不会有错。我知道了，娘刚才太糊涂了，差一点酿成大错。那这些夜明珠怎么办？这是你二舅舅送来的，现在不能送给太后，留在府里又是个祸患，原路运回去，万一一路上出了岔子。正好，我正愁手里没有足够的底牌去对付沈家。我本是个普通农户的女儿，前世沈家因亲生女儿生有丑陋胎记，便将尚在襁褓中的我强抢来保全颜面，寻回她后，又榨干我的医术，去治好她的烂脸。他们让沈莲顶替我，风风光光去当太子妃，转头却逼我穿上大红嫁衣，去谢家送死。他们更是视我血脉亲亲为蝼蚁草燕，最后更是踩着镇国公府满门忠烈的尸骨，去换取他们的滔天富贵。可他们千算万算，没算到重活一世的我，早就看穿了这重重死局，提前与阿锦暗中联手。这一世，我既已成了谢家妇，不仅要护住镇国公府，更要让整个沈家血债血偿。娘，您别操心了，这等祸患就全交给我来处理吧。我的阿宁果然还是这么喜欢钱啊！不过这些东西若是秘密运往南阳换成现银，可比蒙尘在太后宫里有意义的多。谢少夫人，赴太后寿宴前先叫人去采买这些，我急用。百年血灵芝，5盏血燕窝，阿锦毒瘴入体，虚不受补。这些药若每日都用，非得把人补得七窍流血不可。好一个居心叵测的罗太医！怎么，少夫人觉得不妥？先前夫人管账可是再三叮嘱过我，要给小公爷用最好的药材补身子。我需要什么药材，只管写在册子上，夫人会去采买回来。若非国公爷和夫人如此舍得花大价钱买好的药材，谢小公爷恐怕也没那么快恢复身子。既然是小公爷的救命药材，那肯定要采买的，我这就叫人去买回来。还以为这李仙一的弟子有多厉害，原来也瞧不出端倪。太子只给我3个月的时间，3个月后定要看到谢于中受毒瘴身亡。镇国公夫人那样肯花钱救儿子的命，这油水不捞白不捞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前2日就想同谢少夫人提一提，只是看谢少夫人忙于接管谢府，一直没找到机会。什么事情？现在说吧。我知道少夫人你跟随李仙一学过几年医术，但现在谢小公爷是由我来负责。我希望在医治谢小公爷身体的事情上，少夫人可以听我的。医者之间最忌惮两方起分歧，少夫人你说是不是？罗太医说的极是，沈婉看得出来，你为了小公爷的身子很是尽心尽力。谢小公爷在你的治理下，身子日渐好转。奇怪，这沈婉的话为何听着怪怪的？少夫人，马车备好了。小公爷，您今日穿戴成这样，也要入宫给太后过寿吗？
太后过60大寿，我既然已经苏醒了，岂敢怠慢？可是，太后知道你的身体情况，她定能体谅你的难处。太后宽厚仁慈，可为人臣子却不可因此无礼。若我真的不舒服，不是还有罗太医在吗？且少夫人也懂得医术，罗太医担心什么？谢玉锦今日的气色这样好，莫非是沈婉背着我，偷偷给她用了什么药？既然谢小公爷执意要入宫为太后贺寿，那再请个脉，我看过后决定吧。好。脉象并无变化，毒瘴依旧压迫心脉，看来这好气色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。小公爷想入宫就去吧，若有哪里不舒服，你一定要跟我说。知道了，罗太医。来人，守着房门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半步。前世的阿锦，就是日日喝下这些致命的毒药，被折磨得痛不欲生。重活一世，我绝不会再让那些刽子手伤他分毫。阿宁，别担心我，我自己有分寸。我偷偷查过罗太医倒掉的药渣，里面加了2味致命的剧毒：武功草麻痹经脉，让你再也无法运转丹田灵力；文兰术侵蚀心脉，日积月累，定会让你日日心绞，痛不欲生。当然，还有最恶毒的第3味药，它叫相思饮。少夫人，您的血燕窝熬好了，老奴给您送来了。这相思饮是种在我身上的毒，只要让你沾上，毒素就会转移到你的体内，让你无论与谁成婚都不会留下子嗣。进来。少夫人，趁热喝了吧，这是沈家特意交代给您补身子的。阿宁只说这毒会过到我身上，却没说这毒对他的身体有没有伤害。宋嬷嬷，马车备好了吗？我婆母走了吗？备好了，国公夫人还未走。那我同她一辆马车。少夫人，您怎么不同小公爷一辆马车呀？您这样疏远他可不行。家主交代过，要您安分守己，好好伺候小公爷，早日进谢家书房种地呀。我知道，不用你老是提醒我，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吧。我真的没办法一下子适应。宋嬷嬷，我后悔了，我那天就该听我娘的话，让二妹妹嫁过来。新婚宴那日，她一靠近我就觉得无比恶心。再说了，她压在我身上那个样子，她还想洞房？她根本就不行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新婚夜晚谢小门怎么没有毒发暴毙，原来她是个废人，根本没和大小姐同房啊！哎呦，我的活祖宗，快别说了，您再不喜欢也得装一装啊！谢小公爷过来了，您快过去哄哄他。夫君，刚才在走廊上，你和宋嬷嬷说的话，我可全都听见了。我这么说不过是权宜之计。新婚那晚咱们砸东西闹的动静太大，外配的眼线都盯着呢。你如今对外是个病入膏肓的废物，若此时传出你能圆房，岂不惹人怀疑？所以那就只能委屈夫君，真的不行了。为夫的一世英名，可算是被阿宁毁于一旦了。等会儿入宫后，我要先去见一见太子殿下。你打算把罗太医开的那张天价药方交给太子？太子生性多疑，若是让他知道罗太医不仅没按计划赶紧毒死你，反而在镇国公府大捞油水，疯狂敛财，以太子的心思，必定会怀疑罗太医是不是被我们收买，故意拖延时间。那等会儿入宫，我便先去拜见皇上。你到了皇上面前，皇上为了彰显圣恩，定会叫他最信任的秦太医为你把脉。你吃下这颗药，脉象就会有所改变，到时皇上就会知道你的身子大有好转。等太子打听到此事，再听罗太医说的脉象，那怀疑的种子不就埋下了吗？借刀杀人，阿宁这招甚妙。夫人，二小姐，我们到了。我那二妹妹和母亲好似也到宫门了。你先下去，我随后就到。万事有我。好。亲家夫人，好巧啊，咱们竟赶在一块儿入宫了。皇后娘娘急着要见莲儿，我们赶时间，
就不和镇国公府同行了。走。走得这么急，看来又像前世一样偷了我桌上的诗词，想去一鸣惊人呢。只可惜，这次你们偷的可不是我的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娘，太子来了，一会儿跟在阿锦身边，好好演戏。娘有分寸，婉儿放心。谢慈，孤以为你今日病红来不了了。多谢太子殿下体谅，微臣今日觉得身上好多了。这都要多亏了皇上太子殿下的天恩浩荡啊！特意派了罗太医入府为我家阿锦治疗。殿下您看，我家阿锦之前连话都说不出，可自从罗太医尽心调整药方，不仅人醒了，精神还大好。罗太医真乃在世华佗啊！谢玉锦的病怎么可能好转？罗太医明明向姑保证过，他活不过3个月。可他现在这副红光满面的样子，难道罗太医真的被镇国姑府收买了，背着姑在偷偷给他解毒？太子殿下为何用这种眼神看老夫？老夫做错什么了？太子殿下，微臣还要去乾清宫向皇上谢恩，就先告退了。姑同你一块儿过去。太子哥哥，我有东西要交给你。李长福，姑想起还有正事，你带谢小公爷去乾清宫，务必仔细伺候。是，奴才遵旨。谢少夫人，太子殿下在微心阁等您。好，公公，请带路。太子哥哥，你刚才说有东西要给姑，是什么？拿出来。算算日子，她嫁过去也有些时日了，定是拿到了谢家内部的重要东西。百年血灵芝，每日5盏血燕窝。沈婉，拿一张补药的方子来糊弄姑。沈婉，你是不是一天到晚就把心思放在这种毫无用处的争风吃醋上？你以为随便拿张破纸就能借机私下来见姑一面吗？姑警告你，只要谢雨锦一天不死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回到沈家。以后少拿这种无聊的耳戏来烦姑。真是一如既往的自作多情，不过就怕你不胡思乱想。这方子是罗太医开的。罗太医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太子哥哥误会婉儿了，这药方是罗太医今早亲手给我的。他说这1个月就是靠这些天价的名贵药材才救回了谢玉锦一命。如今我掌管谢家后宅，他要我按药方采买，我婆母对此更是百依百顺。罗太医要多少钱，他就给多少钱，从不过问这些天价药材究竟是怎么用的。正常人1个月绝不可能用掉这么多大补之药，否则早七窍流血了。罗太医要这么多天价药材，他是为了倒卖换钱。镇国公府不仅任由他中饱私囊，还对他有求必应。难怪刚才在宫门口，谢玉锦红光满面，景象快要痊愈了。罗太医这个狗奴才，不仅没下毒，反而被镇国公府的重金收买了，在替谢玉锦续命。你把这药方拿给你婆母，若她让你去买，你便按她吩咐，一分不少的把药材买回来。孤倒要看看镇国公府对这个老匹夫到底有多纵容。好，婉儿知道了。太子殿下，皇上在乾清宫急召您过去一趟。姑知道了。李长福，你带少夫人从小路离开。李公公，不用送了，这宫里的路我熟得很。是啊，谢少夫人曾经在宫里住过2年，与太子殿下那是何等要好。只可惜呀，造化弄人。往事莫再提，公公拿去喝茶吧。少夫人豪气，您顺着这条道一直走，就是紫薇亭。今日太后设宴，将那一片赐给了京城贵女们游玩。沈夫人和沈二小姐此刻也正在那儿呢。等吉时一到，皇后娘娘也会亲自过去。好，多谢公公。阿婉，哎呦，王妃，
您怀着身孕，慢点走。臣妇参见晋王妃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长大了，长高了，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。自你9岁被李仙一带去木仙山，咱们就一直到今日才得以重逢。其实你急逼那日，我就想去看你，奈何如今身子笨重，王爷不答应。臣妇不是有经常给王妃写信吗？你的信我可都保留着，我给你写的信，你可存起来了？存着呢。明珠如我一般，落得个满门被斩的下场。她亦是死在了心爱之人的手里。晋王给所有人都营造了一个假象。雪梅绽开满园香，琼楼玉宇冰花下。山舞银蛇云低垂，邀来雪花共舞醉。这首诗是你做的？臣女不才，方才看到郭二小姐以雪出题作诗，臣女便想到了这首诗。不错，不知诗中寓意，你给大家讲一讲。回皇后娘娘，此诗命题无雪，臣女做这首诗的寓意，便是想描述雪花的景，落在山河的色彩与形状。上京城落雪时，臣女每每感叹，雪花被狂风肆虐，待第2日清晨，街道房屋都压着积雪，很是壮观。他是谁？你可认识？回晋王妃，她是臣妇的二妹妹。我的诗要不是被阿婉送出去了，那就是被她这位二妹妹偷了。偷诗偷文采这种事，高门里虽不少见，但这沈二小姐运气不好，今日遇上了我这个正主。阿婉，我可不给你面子哦。不用给我面子，我也没想你的诗竟然被拿出去用了。看来阿婉也不喜欢她这位二妹妹。好啊，我倒要叫这位沈二小姐今日出尽风头。儿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晋王妃身怀6甲，快拿转垫来。婉儿，你也坐。岁岁，到娘这边来坐。今日你二妹妹好不容易出了风头，你最好给我闭紧嘴巴，帮她掩盖一二。娘在说什么？我刚才听到二妹妹做的诗。是啊，你二妹妹以风为题，正巧做了一首好诗呢。哦，不知沈二小姐可否将方才的佳作再念一遍给本王妃听听？晋王妃可是上京城首屈一指的才女，沈莲，你正好向王妃多请教请教。既然晋王妃想听，那臣女就献丑了。纷纷扬扬舞轻纱，如烟如雾如诗画。寒梅绽开满园香，邀来风花共舞醉。寒冬夜幕风花洒。诗算不得什么好诗。天哪！晋王妃向来脾气最是温和端庄，今日怎么？是啊，竟是一丝颜面都不给这未来的太子留啊！晋王妃对此有何见解？方才本王妃听得嗔切，沈二小姐说这是看上京大风压屋做的诗，可是这诗中有一句寒梅转开满园香。沈二小姐，上京城的寒梅是长在屋顶上的吗？晋王妃，臣女自己做的诗，难道臣女不知是何用意？你做的诗，你是何意，本王妃不清楚。但这首诗是本王妃8岁那年在平章府洛中亭上所作。寒梅满园指的是洛中亭四周的红梅，琼楼玉宇指的是亭子对面的海线楼。你连这首诗的背景和地点都一窍不通，你敢说这诗是你做的？沈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，臣女。天哪，这不是我姐姐写给沈婉姐姐的信吗？大家快看，这上面写的就是沈二小姐刚才做的诗。
我说怎么这么耳熟？这根本就是我姐姐所做！我的天，沈二小姐竟然偷晋王妃的诗来装才女，太不要脸了吧！偷东西偷到正主面前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进了沈婉的房间，本以为是她写的诗，怎么偏偏偷到了晋王妃写给她的信啊？娘，这的确是晋王妃写给女儿的诗信呀，怎么会从二妹妹的袖子里掉出来？沈莲，哥，不关我的事，是母亲硬逼着我背下来的。皇后娘娘息怒，这些诗信原本是婉儿平日里拿给莲儿观摩的，莲儿是一时糊涂。沈夫人这是什么意思？就算这信是沈婉姐姐拿给她的，那沈二小姐就可以厚颜无耻的把别人的诗当成自己的，跑出来丢人现眼吗？明玉，坐下。沈夫人这也偏爱的太没边了吧，竟硬逼着大女儿交出诗信，去给那刚从庄子上接回来的二女儿做脸，可不是嘛？大女儿才华横溢她不疼，偏偏去捧一个在乡下养大的草包，真是丢人！偷诗还被正主抓了个现行，要不是国师算出这蠢货身上有凤星命格，本宫今日非剥了他的皮不可。好了，想来是沈二小姐十分仰慕晋王妃的才华，方才听顾二小姐已出题，便情不自禁想到了王妃的佳作，这才借来一用吧。是，臣女是太仰慕晋王妃了。是啊，莲儿对王妃的才华那是推崇备至啊。本王妃的才华终是不及谢少夫人，沈二小姐既然这么喜欢，改日本王妃便将谢少夫人送我的诗词全整理一份，派人送到沈府。想来沈二小姐多读读你长姐的佳作，定能有更好的启发。呸！胸无点墨，还敢跑出来学人作诗，什么东西？今日之事不过是个误会，走出这紫薇亭，任何人不得再提，莫要扰了太后娘娘寿诞的兴致。是，谨遵皇后娘娘懿旨。莲儿，寿宴过后，国师便要为你和太子挑选大婚吉日，你今日就跟着本宫好好教教你太子的喜好。去吧，照顾太子是你的分内之事，好好跟着皇后娘娘学。岁岁出嫁这些日子，娘思念的紧，想借着今日同你好好聊些体己话。沈夫人，其实本王妃方才说那诗做的不好，是真的不好。王妃皇后娘娘说了，不让再提此事。毕竟那只是本王妃8岁时的草稿，用词粗鄙得很。后来是阿婉帮本王妃逐字修改，这才成了完美的佳作。本王妃真没想到，这种粗制滥造的残字品，竟能得到沈二小姐如此的赏识。沈夫人，改日你大可带着你那宝贝女儿来晋王府，本王妃亲自教她怎么写字作诗。阿婉，我在摘星楼等你。沈婉，你没事把别人的诗词收在紫云石匣子里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今日把我的脸都丢尽了？娘这话说得好没道理。那紫云石仙令宝匣是娘送给女儿的9岁生辰礼，女儿自然要将最珍贵的东西全妥善收在里面。娘若想借女儿的诗词为二妹妹造势，大可直接同我说，女儿自己的诗，二妹妹想怎么枪抄便怎么抄。娘何必去翻女儿的首饰匣子呢？晋王妃手里有你的真迹，一旦识破，莲儿依旧是死路一条。这泥腿子出身的贱种，果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你少在这跟我装蒜，若传到太子耳边，我定饶不了你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太子的心思，离太子远一点。你现在的身份是谢家妇，就安心伺候那个废物。放心吧，太子那等货色，也就你们母女俩当着保。太后寿宴后，把治你妹妹脸上胎毒的方子送到沈家来。好的，娘。寿宴结束后，便将这方子拿给沈夫人。我在这方子里加了猛药，定能给太子一个天大的惊喜。是，少夫人。
请问是谢少夫人吗？奴才得一位贵人所托，将这样东西亲手交给您。3朵梅花是三哥的暗号，三哥哥他回京了。这场满是算计与利用的赐婚，满朝文武都在看我的笑话，无人问我愿不愿意。只有三哥送来了这世上唯一的祝福。华容，石峰那边有没有找到江家妇肉的下落？少夫人，石峰撒出去的眼线在永兴宫找遍了，毫无音讯，他们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江家满门忠烈被屠，只留下几个妇孺，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定是想在今日太后寿诞上用最惨烈的方式刺杀皇帝，放手一搏。我绝不能让他们背上刺杀君王、背叛商朝的罪名。皇上，宫中岗哨都安排好了，确实发现了几个可疑的宫人。先别打草惊蛇，退下吧。是。皇上，谢小公业体内毒瘴大有缓解，虽还有余毒留在心脉，可只要谢小公业继续调养，往后在饮食上多加注意，身子还是可以恢复个6、7成。等将来找到解毒瘴的解药，谢小公业的身子便能恢复如常了。儿臣拜见父皇。太子，你方才听到秦太医说的话了吗？谢慈这身子瞧着大有好转啊。儿臣方才在宫门碰见谢慈，他已经同儿臣说过了，此事大喜。谢慈乃我商朝栋梁，若能早日恢复身子，便能早日回到皇城寺当差。罗太医前几日明明向姑保证过，谢玉锦已经毒气攻心，绝无生路。秦太医在民间与李献医齐名，又是父皇最信任的神医，绝不可能看错。好一个罗太医，不仅没毒死他，竟然还敢欺上瞒下，背着姑在镇国公府偷偷给谢玉锦解毒。这都是成了皇上的隆恩，当然也多亏了太子殿下派去的罗太医。那罗太医在府里当真是尽心尽力，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家谢慈，生怕他身子有变。为了随时调整药方，连熬药的事情都从不假手于人。好个罗太医，天价药方竟是真的，拿着姑的毒药，背地里去给谢玉锦续命，贪财的狗奴才，姑非宰了你不可。皇上，如今皇城司有晋王殿下坐镇，晋王殿下才情能力都出众，微臣不过是做臣子的，在其位谋职。如今有晋王殿下帮皇上分担，也是一样的。好一个在其位谋其职！如此进退有度、深谙圣心的鹰犬，偏偏出自镇国公府，当真是可惜了。皇上，太子殿下，太后寿宴开宴还有1个时辰，皇后娘娘及各位夫人千金们已先一步去了摘星楼。今日寿宴时间长，你若身子不适，随时叫太医，不必硬扛。走吧，一块去摘星楼，瞧瞧各百官送上来的寿诞礼。微臣多谢皇上隆恩。罗爱卿起来吧，随朕一同去摘星楼。微臣遵旨。太子殿下，为何用这种眼神看老夫？这乾皇宫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父皇，儿臣突然想起，还有一样送给皇祖母的寿礼落在了东宫，儿臣这就赶回去取，随后就到。去吧，莫要耽误了吉时。罗太医，姑有事问你，你便先随姑回一趟东宫取礼吧。微臣参见太子殿下。谢玉锦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殿下放心，微臣进宫前刚把过脉，谢小公爷的身子已是强弩之末，今日面颊红润，全都是回光返照，微臣定能按殿下的期限完成任务。殿下饶命，不知微臣哪里出错了呀？微臣确实按那张药方亲自熬药，亲眼盯着他喝下去的。亲眼盯着他喝下去的？那你可知秦太医方才怎么说的？秦太医说，谢玉锦体内毒瘴大有缓解，只要继续调养，将来甚至能完全康复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那分明就是强强的死相啊！照你这么说，是秦太医被人收买了，还是他堂堂大商第一圣医的医术不如你这个庸医？谢少夫人，是谢少夫人！
沈婉，殿下，您想，谢少夫人刚加进去，谢玉锦就苏醒了。外面都说是冲喜，可谢少夫人她是懂医术的呀。沈大公子毒发时就是她出手压住的，她是唯一能进谢玉锦身的人，定是她背着老夫动了手脚。殿下，镇国公府现在把管家权全交给了谢少夫人，全府上下都对她满意的不得了，连平日不近女色的谢玉珍也极其贪恋少夫人。那沈婉对谢玉锦又是什么态度？少夫人寸步不离，还亲自为她用膳，极其恩爱。洛元姬，再给你2个月，若谢玉锦还活着，姑就拿你儿子的命去填乱葬岗的坑。滚！是，微臣遵旨，微臣一定查清。沈婉，皇上驾到！太子和罗太医都还没入席，我刚才把那张天价药方给了太子，他从皇上那离开后，定是直接去找罗太医兴师问罪了。不出意外，罗太医为了保命，一定会把你在府里好转的矛头全指向我。阿锦，我们要做一个局。石峰告诉我，今日宫中岗哨突然增加了1倍，全是最顶尖的重兵把守。有2股势力在暗中寻找江家富饶，若我没猜错，一股是你谢家的暗卫，另一股就是皇上的人。皇上故意撤掉永信宫的防卫，就是为了引诱江家富饶在今日的宴席上行刺。只要他们敢动手，皇上就能名正言顺地给江家扣上刺杀君王、谋逆造反的死罪，让江家满门忠烈彻底遗臭万年。我配合你。太后娘娘到！今日是哀家寿诞，诸臣同欢，不必拘束，都落座吧。谢太后娘娘。莲儿这是怎么了？谁敢欺负她？去查查，沈二小姐方才从哪来，跟谁起了冲突？回殿下，沈二小姐在紫薇亭作诗得了赏识，只是不知为何与顾二小姐起了冲突。原来是顾家泼妇欺负了莲儿，莲儿竟懂得作诗。等她入主东宫，定能生下皇长孙，压死晋王一党。百官贺寿！锦州长史献红玛瑙凤凰纹花丢1对，太原郡守献翡翠玛瑙手镯1对。都有心了，收进库房吧。礼部尚书沈大人献28寿星君图1幅。沈爱卿，此话不是说前些日子丢失了吗？回皇上，微臣3子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将此画寻回，幸好毫发无损，这才得以献给太后娘娘。太后如此喜爱，我沈家今日算是大出风头了。莲儿的太子妃之位彻底稳了。这怎么还有1幅28宿星君图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那画明明已经被我……怎么回事？是谁又送了1幅星君图？回皇上，署名是28宿星君图原画师巨山仙士，原画师送来的。那沈大人送的这幅岂不是假的？太后寿诞敢送赝品，这可是满门抄斩的重罪。沈承义，你以为找人临摹了1幅足以乱真的赝品就能蒙混过关？你根本不知道，这画被带回南阳后，真正的居山仙士早已将其重施笔墨，另添了玄机。居山仙士竟在上京城，快把画打开！天哪，这画竟然会动，这才是真迹呀！居山仙士到！是三哥哥，他竟然扮成了画童混进宫了。拜见皇上。
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居山仙士快快免礼。老先生能不远万里越洋而来，已让哀家感到十分惊喜。听闻太后寻此画10年，草民特将真迹献上。没想到如此巧合，竟在宫中看到几个月眼去南阳寻画的人。这位公子可还记得老朽？三哥，你小心点！沈承义，你怎么回事？皇上明鉴，这幅画草民先前在南阳重金拍下，可回城路过海域时被圣岛贼抢走丢失了。所以你是要告诉朕，因为画丢了，你们沈家就随便弄了一幅假画来欺骗太后？一派胡言！你是拍了，可你不要脸！你拍下后私下找我，想拿1万两让我违规把画偷拿出来。我拒绝后，你这无耻小人便搅黄了交易。你既然说你拍下了此画，那南阳拍卖行的票据呢？你倒是拿出来啊！三哥，你倒是把去南阳拍画的票据拿出来给皇上看啊！只要拿出来，不就洗刷了你的清白了吗？快闭嘴呀，你这个蠢货！三哥，你快拿啊，向皇上证明我们沈家是清白的。皇上，沈三的确拿不出票据了，因为船只遇到水道被炸，票据和画一并沉了海。微臣也是被人蒙蔽了。开宴前夕，有贼人将这假画送到府中，微臣未曾见过真迹，又因寻画心切，便以为这是原画师的手笔，这才酿成大错，求皇上明鉴。照沈大人这意思，错的全是那送画的贼人，错不在你们沈家。你们父子俩倒成了天底下最无辜的人了。犯了错全推到别人身上，你们说未辨真伪就送了上来，可别糊弄老朽。这受理最终审批的不是你们礼部吗？礼部上下几百号人，就没一个长了眼睛的。皇上明鉴，沈家的幸军图是今日才突然加进去的，是微臣失职，求降罪啊！皇上，沈大人他向来稳重，此事定有隐情。哎呀，皇后娘娘，这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沈大人父子俩为了讨好太后，欺上瞒下，这是把太后娘娘当猴耍呢。刘贵妃，你慎言！沈三公子既拿不出票据，又没人证，臣妾若是皇后，现在就夹着尾巴不吭声，免得惹皇上不快。够了，皇帝，居山县使亲自上门问责，此事你好好定夺。哀家不想因为这种安杂事落人口舌。皇上，微臣真的……你给朕闭嘴！皇上，假画一事是草民欺瞒了父亲，全是草民找人临摹的赝品，父亲他毫不知情啊！求皇上、太后，要罚就罚草民一人。老三，沈承彦，欺君罔上，念在太后寿诞不宜见血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重杖100，价金1万两，赔予居山县士，立刻拖下去行刑。沈正一德不配位，即日起降为正6品礼部郎中。罪臣谢皇上不杀之恩。降了3品，锦龙帝罚的还是太轻了。沈承彦担下罪名，保住了沈家。不过，他跟林家的婚事也算彻底吹了。沈家的报应这才刚开始。爹爹，女儿帮您处理一下伤口吧。娘，您裙摆上沾了菜汁，女儿扶您下去换一身衣裳吧。我为了把他送上太子妃的位置，机关算尽。他哥哥为了保全沈家，被打得半死。他现在竟然嫌我们丢了他的脸。终究是我一手教养大婉儿。太子殿下，我爹爹受伤了，我出去看一看他。好，姑现在走不开，你先去。怎么会如此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如今老三带下去是会被打死
的呀！我从正3品落到从6品郎中，我心里好受吗？老大、老二，现在老三一个个出事，你次次谋算，次次……爹娘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蠢？你们叫我别出错，可看看你们自己，娘背错诗，爹送假话，满店都在看笑话，我恨不得找个洞藏起来，丢死人了！沈莲，你闭嘴！我闭嘴了，我连吃东西都要看着娘的要求来，生怕出一丁点差错。可是你们却拖累我，你们看太后娘刚才的眼神，沈莲，你快住口！嚯，好一个大孝女！你们对莲儿做什么？太子殿下，我在跟爹娘讲道理，爹娘不该送假话，话丢了，难道咱们家库房就没有别的贵重之物了吗？我机关算尽，竟生了这么个蠢货！再看婉儿，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埋怨。我当初听信太子，把婉儿送进镇国公府，到底是对是错？沈正一，你还有脸在莲儿身上撒气？莲儿说的一点都没错。皇祖母快要回来了，接下来的寿宴，姑不想再发生任何意外。莲儿，随姑回去。大姐姐，爹娘坐在你后面一排，你仔细盯着他们，别让他们再惹太后不快，丢我的脸。岁岁呀，我的好女儿，我的好女儿啊！娘，你莫要这样子，回去好好教妹妹。我瞧着妹妹今日在宴席上确实改变了许多呢。老爷，我们也赶紧回宴席上去吧。居山先生，此话可有人提过诗词？南阳大儒提过，太子有意赋诗。莲儿，听闻你方才在紫薇亭对诗大放富彩。太子怎么提紫薇亭？难道知道莲儿偷诗了？完了完了，太子妃这位彻底保不住了。太子为什么要提紫薇亭？他肯定是知道了，他一定是故意在大殿上羞辱我。太子殿下，莲儿不才，紫薇亭的事就无需再提了。莲儿不必谦虚，姑都知道了。不如你现在就当着父皇和太后的面，为这幅28宿星君图当场赋诗一首。救命啊！太子竟然让一个小偷当众给绝世名画作诗，他怕是不知道他这未婚妻是个连琼楼玉宇都不懂的绝世草华吧？太好笑了！作诗。夫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莲儿在紫薇亭到底干什么了？别问了，快想办阻止太子殿下！沈婉，快上去帮你妹妹解围！快！是，母亲，我正愁找不到绝佳的时机介入这场乱局。好父亲，好母亲，你们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！臣妇不才，方才瞧着这幅28宿星君图，心中突然也有了几分灵感，不知可否容臣妇一试，为老先生的名画题诗一首。我的好妹妹终于出手了。哀家早听闻上京城第一才女沈大小姐写得一手好字，作诗题词样样精通，更是李仙一的嫡传弟子。今日哀家还真想亲眼见识鉴赏谢少夫人的才华。准了，来人，备文方4宝。你的诗若能让居山县士认同，又能讨得太后欢心，朕今日重重有赏。有神晚上去顶着紫薇亭偷诗的丑事，好歹能再遮掩几分。这沈莲琴棋书画样样不通，
国师说他是凤星命格，莫不是算错了吧？那臣妇可得好好想想，如何才能入得了老先生的眼，又能讨得太后娘娘与皇上的双重赏赐了。沈婉，你上来干什么？姑是要借机为莲儿造势，这个女人偏要在此时上来抢风头，简直阴险至极。太子殿下，臣妇指示。太子殿下，你就让大姐姐提诗吧。臣女心里一直挂念着挨打的三哥，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做事？臣女不想做了，只想回去坐着歇息会儿，可以吗？沈家全家大祸临头，沈婉这个冷血的女人，竟还有心思争风吃醋，当真令人作呕。好，姑陪你回去坐着。居山老先生，少夫人请。该死，这个女人今日怎么会这般勾人，这般惊艳？2个月，罗太医说他顶多还有2个月。等谢玉金这个废物一死，沈婉成了寡妇，姑不是不可以勉为其难将她收进东宫，留在身边伺候，只要她以后不再处处跟莲儿作对便是。莫君礼，胆敢觊觎阿宁，真是有意思。太子啊太子，你亲手把这等惊才绝艺的女人推给谢家，转头选了个草包，如今却又在这儿吃干醋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心里真正想要的是谁？父皇，儿臣记得谢小公爷虽是武将出身，却也是满腹经纶的才子。今日既是皇祖母寿诞，又是谢小公爷与沈家大小姐的新婚之喜，不如让这一对才子佳人共同题诗，岂不喜上加喜？靖王言之有理，谢辞，你可还撑得住？回皇上，微臣方才服过罗太医的药，暂无大碍。微臣愿与内子一同题诗。顾明珠这个贱人，她何德何能可以嫁给靖王殿下，还能独得专宠？凭什么这些好男人都围着别人转？举袖独坐南天门，守护苍生映月天。好一句守护苍生映月天，快呈给太后过目。好诗拿下去，让在座的诸位都好好瞧瞧谢小功劳夫妇的才华。齐宿独坐南天门。你刚才念什么？念齐呀。姬秀独坐南天门，好诗，真是好诗啊！这不是齐，齐！我的天，连星宿里的姬字都不认识，竟念成齐，可不是嘛！堂堂尚书千金，未来的太子妃，竟然是个连大字都不识几个的文盲！哎呦，真是要笑死个人了！我刚才看差了，姑知道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这不是莲儿的错，这本该是属于莲儿的光芒，全被沈婉那个爱出风头的女人抢走了。赏，将那尊白玉麒麟送子赐予谢少夫人。今日虽是哀家寿诞，但也是你们新婚，哀家祝你们早生贵子，为镇国公府开枝散叶，安心过日子。借太后娘娘吉言。麒麟送子，就谢玉溪那半死不活的废人身子，他生得出来吗？江家富饶必定混在这群嵩山的侍女里伺机行刺，暗号是小朵簪花，绝不能让他们动手。阿姐，是他，阻止他！绝不能让他在这里行刺。阿姐！
给谢小公爷看看。启禀皇上，谢小公爷中毒了，此毒攻心，极其歹毒啊！放肆！谁敢在哀家的寿宴上给谢小公爷下毒？封锁大殿，务备给朕查出下毒之人。启禀皇上，茶杯边缘有剧毒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有人直接往杯子里投了毒。茶杯里除了跟谢玉锦同桌的沈婉，还能有谁？他前几日去药铺抓那剧毒的方子被诬陷，原来竟是用在这儿。这个疯女人，她竟敢在大殿上毒杀！伺候不当，惊扰寿宴，把这几个偏殿当差的工人统统拖下去杖毙！皇上饶命啊！不是奴婢下的毒1、啊！2、3。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！天都在撒江氏的冤状啊！我江书燕6岁随父出征，在艳阳难关驱逐5万天狼蛮夷，生生夺回我上朝5座城池。江书浩3岁潜入陈国，蛰伏敌民18年，被捕后被敲进满口白齿，剥皮抽骨。我可曾吐露过我大圣半句机密？新婚之际，负妻回营，在南疆以肉身替8岁的太子殿下挡香万箭。我督促我妻陈氏，可曾负过你上朝天下？皇帝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我江家满门男子皆可战死，尔等奸人却拿一纸叛国罪书，辱我满门忠烈，深夜封门，屠拉我满门老弱妇孺，斩尽杀绝，江家何罪之有？你为何不敢召我回京对质？我江陵，我父江书恒死守南疆10年，长兄死在雁梦关，2哥死在白水寨，3哥失臣沼泽，4哥为救3哥战死疆场。江家男儿都是为民而战，死得其所。我为生在江家而幸，为死在疆土而荣。我守边城身中2箭，九死一生，未曾掉过一滴眼泪，因为我知道，我若退一步，便是用满城百姓的命做代价。面对敌军千军万马，我不曾怕过，可我此生最怕再过8月15那天月亮好圆。父亲拿着与陈国的和平契书带我回家，他笑得那样开心，对母亲说南疆安宁了，江陵该成家了。可家宴未歇，蒋新贵、王德全便投敌杀入国的罪名，将我江家满门老弱妇孺屠戮殆尽。认了，朕便是构陷忠良的昏君，不认这漫天壮书众目睽睽之下，朕将来如何堵住天下悠悠之口？江家满门绝苦，到底是谁在背后谋划这一切，将朕逼入这捣死局？狗皇帝，你永远也想不到，这直击灵魂的状书是出自顾家2哥之手。你本想借太后60大寿，在摘星楼大开城门，给城外百姓撒糖果红包，好让天下人共同见证江家人刺杀君王的死罪。只可惜，我借了你的东风，你的天灯，你的高楼，你聚集起来的百姓，此刻全都成了江家洗刷冤屈的最强利器。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把这逆贼给孤押下去！皇上，万民捡到状书，正跪在宫门为江家鸣冤啊！什么？来报，文坛学子游行，强烈要求重审江家被屠一案。皇上，顾家，太子，请太医快拿补习单来啊！先把江陵这个妖言惑众的逆贼给孤打入大理寺死牢。皇上，大理寺与刑部皆在朝中运作，我江家满门忠烈正是被朝中奸人所害。若交由大理寺主审，江家永无昭雪之日。我江林只信一人。你想让谁接手？我只信沈大人。什么？江林这无耻小儿胡扯什么？我沈家何时与他有过交情？我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江陵这一招当真恶毒至极。我只信沈大人。
我要沈大人做主审官，3司会审，6部监察我江家满门被屠一案。我江家死得冤啊！求沈大人为我江家做主。好高明的离间计！江陵在帝王百官面前把我高高捧起，看似敬我信我，实则是把我吊在半空中脚踩尖刀。外有万千百姓盯着，内有皇上忌惮江沈2家勾结，我这是被架在火上烤啊！江家这案子就是个万劫不复的深渊，本宫是堂堂一国之母，绝不能让太子和我的后卫被沈家这群蠢货给拖下水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弃车保杀，必须立刻和沈家彻底划清界限。朕问你，你可愿审理江家一案？我若说不愿，殿外百姓盯着，我定会被万民唾弃；我若说愿，便是彻底与太子离心，失去圣心。我沈正一今日被逼上了绝路，微臣愿意审理江家一案。好，那朕便授你代理大理寺卿一职，同3司6部一同办理此案。谢皇上信任。一场寿诞，我从正3品尚书被贬为6品郎中，如今又被逼成了正3品大理寺卿，一日之间起落如坐云霄飞车。我沈正一怕是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大笑话。谢皇上圣明，谢沈大人，愿审江家满门被屠一案。快！抬皇上回乾清宫！阿慈，你怎么吐了这么多血？罗太医，你快救救他呀！沈婉呢？他什么时候不在大殿了？快把谢慈抬到偏殿！罗太医，你给姑听好，绝不能让他死在这儿。江家之事已经够棘手了，若镇国姑府的小公爷再死在太后寿诞上，这天下就真的要乱了。太子殿下，刚才皇上下令杖毙的宫女，趁乱逃走了3个，那还不快去搜！送回蒋府，立刻捉拿你哥哥蒋新贵。张晓，微臣在。把散播状纸的逆贼找出来，封锁宫门，查抄每一辆出宫的马车。是。看到谢少夫人了吗？我往那边去了，就他自己一人。他到底中的什么毒？南下镇毒，若1个时辰内无解药，必死无疑。太医院根本没此毒解药啊！太子殿下，宫内大乱，父皇突然病倒，本王需留下来主持大局。你身子沉重，千万不能劳累。本王让亲卫护送你先回王府。王爷放心，臣妾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的。你先出宫吧。太子选的这个蠢货太子妃，倒是一枚极好用的棋子。沈二小姐，莲花，他的衣服上竟然绣着莲花，他心里果然是有我的。晋王殿下，不必多礼。本王方才见你家人在寻你，你怎么一人站此处？臣女现在不想提他们。殿下，你可还……没想到你竟是沈府的二小姐。王爷，你认出我了？1年前万凡街上一遇，若早知你是沈二小姐，本王便早日送你回沈家了，也不至于让你在外面吃尽苦头。晋王殿下，你不怕我吗？我以前为何要怕？世间美丑只是世人定义，你如今就很好。你放心，你以前的过往，本王绝不会对外泄露半个字。他竟然完全不嫌弃我以前是个丑八怪。太子虽然对我好，可只有晋王殿下才是真正懂我的人。晋王殿下和王妃看起来真是恩爱如期啊。本王与明珠青梅竹马，不过是顺理成章的成婚罢了。
顺理成章，原来如此。他根本不喜欢顾明珠那个女人，他是被形势所逼才娶她的。你父亲今日因祸得福，重回三品大理寺卿。本王瞧着，他似乎和那江林关系非同一般。臣女也不知道父亲和江家有什么关系。王爷放心，臣女回府后一定替王爷向父亲打探清楚。此事关系重大，你父亲若遇到困难，大可捎个信给本王。多谢殿下。太子殿下与本王不是那么和睦，今日你我二人的谈话，天知地知，切莫同旁人说，以免惹太子不快，让你为难，明白吗？臣女明白，这是只属于我和殿下两人的秘密。莲儿，晋王殿下，晋王殿下，臣妇正准备带莲儿出宫。本王见沈二小姐迷路了，便过来指点一二。既然夫人来了，本王便放心了。涂三方才同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殿下就是怕我迷路，让我别乱跑而已。夫人，这是大小姐吩咐奴婢在宫宴结束后务必交到夫人手上的药方，说是用来给二小姐调理身子、恢复容貌的。大小姐说了，一服外服，一服内服，只要好好用上3个月，二小姐的身子便能彻底大好。哼，娘，我方才可是亲眼看到大姐姐和太子殿下一前一后出去了呢。沈夫人，沈大人让您速速出宫，先出宫再说。沈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不经姑的允许，你竟敢私下给谢玉锦下毒！不是我没有下毒。现在满城都是江家的冤状，这种节骨眼上，谢玉锦绝不能出事。他若不能活着出宫，姑有1万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，让你永远别想再逃离镇国公府。你就一定要对我这么残忍吗？今日形势所迫，谢玉锦绝不能死，你明不明白？我不明白！快把解药拿出来救他！你既然笃定是我下的毒，那想必太医已经告诉你了，此毒无解，我就是要他死。你就这么恨不得他死吗？殿下见过雄鹰的女人，又怎会看得上凡夫俗子？其实我并不恨他，我只是想回到原本属于我的位置。我不想一辈子被困在那个废人身边，被叫做谢少夫人。只有他死了，我才能干干净净的回到沈家，干干净净的来见你。太子哥哥，6年前你失言了，你说待我学艺归来，便以江山为聘，娶我为妻。痴想了6年，守着一个冷冰冰的诺言，是我痴心妄想。今日婉儿终于看明白了，殿下心中早已没有婉儿的位置了。别说了，沈婉。我一直不想承认，殿下待我只有利用。我一直任性，一直想做点什么，只为了能让殿下多看我一眼。姑让你别说了！既已无法兑现诺言，信物也该物归原主。殿下放心，从今往后，婉儿会事事听从你的安排，绝不再任性妄为。婉儿会用另一种方式站在殿下身后。沈婉，这不就是姑一直想要的吗？一个听话、懂事、好操控的棋子。可为什么他真的割舍时，姑的心会这么痛？太子殿下，怎么了？罗太医找到解药了。找到了？他方才不是信誓旦旦的说太医院没有此毒解药吗？是罗太医的儿子从宫外紧急送进来的解药。罗太医的儿子罗毅，在京城有3家市医堂，太医院没有的解药，偏偏他宫外的医馆有。李长福，派人暗访市医堂，给姑查清楚里面藏着什么吧。是。从姑选择莲儿做太子妃的那一刻起，姑就绝不后悔，也绝不能后悔。小姐，奴婢方才瞧见晋王殿下特意去寻了二小姐，两人在角落里聊了好一会儿。另外，奴婢在外头的哥哥查到了，1年前二小姐流落街头被地痞欺负时，正好被微服的晋王殿下英雄救美，英俊亲王救落难千金。难怪沈莲刚回府时看晋王的眼神那般，原来晋王
竟是沈莲藏在心底的白月光啊！晋王这只千年狐狸绝不会平白招惹一个草包，他定是想利用沈莲套取沈家与东宫的机密，结合前世顾明珠惨死，晋王渔翁得利的结局。这男人的野心藏得可真够深的。谢少夫人，哼，刚才那出戏演得不错。晋王殿下，彼此。派最顶尖的暗卫，12个时辰，死死盯着这位谢少夫人。她见过谁，说了什么话，哪怕是路过摸了一条狗，都必须给本王查得清清楚楚。是。婉儿，你去哪儿了？宫里现在乱成一锅粥，阿慈怕你出事，正要去找你。方才不小心被酒水洒湿了裙摆，去偏房清理了一下。你感觉如何？洛太医方才替我解了毒，我好些了，只是走不动了。快把轮椅推来。烧吧，宫里烧得干净，宫外的天下悠悠之口，你们堵得住吗？皇室休想再把江家满门被屠的惨案压下去。阿宁，别怕，你成功了。你二哥的笔可与千军赴江山镇国军，而你的谋略救下了江家最后的血脉，扭转乾坤。你所走的每一步都极其完美。例行检查，请打开车门。萧云，让他们查。太子捏的，疼吗？倒是不疼，不过等将来咱们可以彻底撕破脸的时候，你记得替我把他的手给剁了。好，我保证，他活不过这个冬天。江家布了这么大一个局，真正能想到是你操控的不多。不过，晋王绝不简单，他怕是已经盯上你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你必须在府里好好歇着，暂避风头。你也觉得晋王有问题？他一直都有问题。我在皇城司2年，把朝中所有人都摸了个底朝天，唯独晋王，他太完美了。一个没有任何缺点和把柄的男人才是最可怕的。你二哥他们今日绝不能露面。皇上缓过劲儿来，一定会疯了似的下旨捉拿写这些状事的执笔人。放心，他们在一个皇上绝对想不到的地方。只是江陵，皇上虽不敢在风口浪尖杀他，但大理寺那种地方待久了，随时会暴毙。皇上关不住他，不出半月，皇上就会亲自下旨求着江陵回南疆。南疆边城很快就要大乱，南部已无将帅可用，江陵是江家唯一幸存的血脉，只有放他归南，才能稳住军心。到那时，江陵便是脱缰的猛虎，再无人能控。皇上要重审江家冤案，皇上圣明！皇上万岁！好一顶圣主英明的高帽，江家余孽这是把朕架在火上烤啊！朕若敢动江陵一根汗毛，立刻就会变成遗臭万年的昏君。家主，不止咱们沈家各院，奴才去街上看过了，上京城4处皆是，那皇宫大内自然也洒满了。皇上怕是早就看过了。这把满朝文武置于何地？皇上定会怀疑我沈家与江家暗中勾结，我这是被架在火坑上，里外不是人呐！得罪了皇上，得罪了太后，连皇后娘娘到现在都没派人来问一句。沈家如今已是4面楚歌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微臣参见太子殿下。
今日天上洒下来的东西，你可看过了？太子殿下明鉴，微臣是被冤枉的呀！江离那无耻小儿，分明是想挑拨微臣与皇后娘娘与殿下您的关系。微臣与江离与江家绝无半点私交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叫微臣死无葬身之地。江林不过是个刚及冠的武夫，绝没有这等翻云覆雨、操控舆论的心智。能撒下漫天壮志，写出如此犀利且杀人诛心文案的，他背后定有高人指点。这个高人到底是谁？你只管去，好好审江林便是。父皇病重，姑会让莲儿早日入主东宫。还有，谢玉景那边，你暂时不必盯着了，姑另有安排。你如今要做的，就是让沈家夹紧尾巴，别再犯错，确保莲儿顺利出嫁。是，微臣定当好好教导莲儿，绝不让殿下失望。哼。太子殿下急着娶我，可靖王殿下也对我情根深层。靖王殿下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又生得那般俊朗，不行，我必须去见他一面。靖王殿下，莲儿来找你了。太子殿下，奴才派去暗访适宜堂的人传回消息了。查得如何？罗毅的适宜堂内并没有南下镇毒，倒是找到了一瓶可以解毒胀的解药，听说是罗太医的儿子罗毅自己配的，对治疗身中毒胀的人有缓解毒性发作的效果。去搜一下适宜堂。江家的老弱妇孺已经平安送出上京城了。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皇上正派人搜捕印发状纸的逆贼，太后下诏谕了所有进过摘星楼的宫女。太子刚从沈府出来，此刻正带着御林军赶往适宜堂搜查。适宜堂是罗太医儿子开的医馆，是你拿了我的毒药，塞进了适宜堂的药柜里。是，既然要把罗太医这颗毒瘤从我们镇国公府拔起，那我不介意顺手给太子拱一把火，正好替你二哥哥报了那断腿之仇。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昨晚就让石峰潜入适宜堂，在后院库房里放了一些好东西。不过既然你也动手了，那适宜堂的药架上不介意再多几瓶催命的毒药。罗太医父子作恶多端，是该收网了。主子，少夫人，属下还有一事。属下昨夜从沈府踩点回来时，正巧撞见沈二小姐从沈府后院的狗洞里爬出去了。狗洞？看方向是去靖王府。少夫人，沈家来人了，说是急事找您。好，我去看看。谢少夫人，老夫先前让你去买的那些药材，你买回来了吗？花荣，还不快把今日一早采购回来的药材拿出来交给罗太医。是，罗太医，这是夫人按您的吩咐花重金采购回来的药材，请您过目。好得很，把人跟药材统统押走。厉公公，这是何意？为何抓我？李公公，你们为何要带走罗太医？谢少夫人受惊了，太子殿下有令，让您只需好好照顾谢小公爷的身子，旁的事情您无需多问。艾嬷嬷，家中出了何故？二小姐不见了，昨夜就没在房中，夫人不敢声张，找了整整一夜。今早太子殿下还来商议婚事，夫人实在找不到人商量，求少夫人悄悄派人出去，把二小姐找回来吧。二妹妹离家出走是天大的丑事，你们昨夜就该来知会我，怎可让我娘如此忧心？是老奴糊涂。花荣，速备马车。艾嬷嬷，你带人去五华街找，我去祁阳街，天黑之前必须把二妹妹找回来。是。二妹妹，还不快上马车？娘找你都快找疯了。我等了这么久，靖王没等到，居然等来了大姐姐。
怎么停下来了？少夫人，马车轮子松动了，得停下来休整。出门怎么不检修仔细？幸好提早发现，若少夫人因此伤着碰着，小公爷定饶不了你们。好了，修车也要时间。二妹妹，旁边正好有间茶楼，你跑出来一整夜还未用早膳吧？姐姐陪你吃点，吃完再送你回府。要4楼靠东的厢房，备一份早膳。好嘞，您稍等。我的好妹妹，你不是心心念念想见你的靖王殿下吗？大姐姐，我这就带你去看看，你那等不到的白月光，此刻正在哪个温柔乡里快活呢？二妹妹，现在能告诉姐姐，昨夜为何突然跑出沈家吗？用得着你管？你少在我面前假惺惺的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宫里和太子殿下眉来眼去。娘说了，紫薇亭的事就是你故意陷害我。推卸责任，倒打一耙。沈莲这副蠢钝如猪却又自以为是的模样，简直深得金淼仪的真传。呸！这什么玩意儿？一点甜味都没有，难吃死了！二小姐，少夫人喝豆浆从不加糖，奴婢去给您换一碗加糖的。二妹妹当真是误会了，昨日我同太子殿下什么也没发生，倒是听宫人说妹妹同靖王殿下。咦，那不是靖王殿下？二妹妹认识靖王殿下？那个女人是谁？大姐姐可认识？哦，好像是刘淑女。刘淑女是谁？刘氏旁来的一个孤女，曾入宫当过烟允公主的伴读，不过她父母落难，提前出宫了。后来我就再没见过她。你干嘛关窗？让我再看看。二妹妹，靖王殿下既然把刘淑女偷偷藏在此处，既不取为侧妃，也不公开身份，可见这刘淑女是他真正放在心尖上的人啊！咱们这种外人看多了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。你和那靖王妃顾明珠不是手帕交吗？你看到你好朋友的夫君在外面养外室，连孩子都有了，你竟然无动于衷！你果然是个白眼狼！王妃、靖王妃在紫薇亭那般护你。妹妹既然替靖王妃抱不平，为何比我还激动？莫非你和靖王殿下之间？我跟靖王殿下能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替靖王妃不值。这早膳我不吃了。靖王殿下那般光风飓月的人，怎么可能会看上那个出身卑贱的孤女？定是那个不要脸的贱人使了狐媚手段。殿下昨夜还送我定情信物，他心里是有我的。那贱人凭什么生下殿下的长子？他也配？你跑去哪儿了？我去找大姐姐，顺便去茶楼吃了顿早膳，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？娘，听闻三哥受了家法，这是女儿特意调制的止痛奇药，娘拿给三哥试试吧。不必了，你早些回你的镇国公府去吧。沈莲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今日心情不好，不想同娘吵架，我要回院子歇着。派人给我死死盯着他，绝不能让他再跑出去惹事。二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自打您被接回沈府，这还是您头一次踏进这园子来看老奴。养爹，当初我苦苦哀求沈家，让他们把你一起接过来好好安顿的，我娘怎么能这般言而无信，竟只把你打发到这破桃园里干这种粗活？夫人能赏老奴一口饭吃就不错了。二小姐，您怎么哭了？1年前莲儿流落街头被地痞流氓羞辱的事情，养爹可还记得？二小姐，此事千万不可再提。你如今是未来的太子妃，这是要命的把柄啊！养爹，我今日终于找到了当年那个救我的恩人，就在富滨巷的刘宅。可是恩人他过得极不如意，
他被一个极其恶毒的女人缠上了，那女人还怀了别人的野种，却死死霸占着刘宅作威作福，恩人被逼得无路可退，我想帮帮他。二小姐想让老奴怎么帮？只要那个小野种没有了，那个叫刘淑女的贱人一尸两命，靖王殿下就是我一个人的了。花荣，将这拜帖送到前面的平章府顾家。是。太子殿下饶命啊！我们真的没有私藏乱党，我们没有啊！敢用假药糊弄姑，今日便拿你罗家开刀，杀鸡儆猴。皇权之下，要的从来不是你有没有罪，而是上位者想不想让你死。乱党的帽子一旦扣下，罗太医，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是哥哥，二哥哥，当年罗家断你左腿的血债，今日婉儿连本带强替你讨回来了，罗家彻底完了。少夫人，人当场打死了！太子殿下以窝藏乱党的罪名将罗印当街处死，罗太医被直接打入大理死牢了。少夫人，顾夫人收到您的拜帖后，立刻递来了这份求诊的帖子，请您速去平章府。走，去顾家，该让顾家的人提前做好准备了。婉儿丫头，你可算来了，快陪我解解闷儿。夫人，我今日来是有要命的大事同您说。实不相瞒，今日这拜帖我原本是要送到靖王妃手中的，但我转念一想，这拜帖根本送不到明珠面前，有人在刻意阻断明珠与外界的联系。你的意思是，靖王？靖王与明珠成亲3年，后宅连个通房都没有，他对明珠千依百顺，怎么可能阻拦明珠见客？我知道夫人现在不信我，靖王在夫人心中品行端正，我若现在说他要谋害明珠，夫人只会觉得我挑拨离间。夫人只需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半个月内，我定会让夫人清清楚楚地看明白，你面前这位完美的靖王殿下，到底是人还是鬼？夫人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都别进来。自打太后受诞后，我的确有3个月没见明珠了。可亲王说明珠怀的是双生子，月份大了行动不便，太医叮嘱必须卧床静养。他也隔3大5就来我顾家报平安啊。夫人，明珠所怀根本不是双生子。可明珠的肚子明明那么大，不是双生子，肚子却大得离谱。那是被晋王用大鱼大肉无数补药生生催大的，胎儿过大，产妇必遭血崩。晋王是想让明珠在临盆时难产而死，一尸两命。夫人，现在是明珠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绝不能倒下。对，我不能倒下，我要立刻去一趟晋王府，我要亲眼去看看我的明珠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夫人去可以，但切记千万别在晋王面前露出破绽，以免打草惊蛇。一切等我消息。好。少夫人，后面有条尾巴一直跟着我们。让车夫掉头，去城南的废弃深巷。大师姐好准头，这善后的活儿就交给我吧。靖王的人，师风，你近日多留意沈儿小姐的行踪。我先回府了，你要小心靖王。师姐放心，我明白。回镇国公府。什么东西？滚开！护驾，快护驾！太子殿下被恶犬咬了！主子，太子殿下从侍医堂出来时被一群恶犬围攻，右臂被严重咬伤，食指骨折，加之惊吓过度，人已经昏死过去了。伤的还不够重，退下吧。
少夫人快回来了。阿锦，罗太医入狱了。太子被狗咬了。少了一页，书上记载兽喜血腥，常食生肉可激起如虎兽性。你撕了我的驯兽残月，那些狗是你干的？他敢这般伤你，我便一刻也容忍不了，让他被恶犬围攻，查起来也无从抓手。太子最怕狗，这回肯定吓破了，活该他断指。不过你只撕一页容易留下破绽，这本书我已经倒背如流，直接销毁了吧。还有，太子把罗太医打入死牢，扣了个乱党的帽子，我怕他日后拿这做文章攀耀江家。阿锦，斩草要除根，别让罗太医见到明日的太阳。交给我，大理寺有我的人，今晚便让他暴毙。少夫人，老奴熬好了血鳝窝，给您送来了。躺好装病。端进来吧。少夫人，趁热吃了吧。拿下去吧，小公爷要歇息了，别来打扰。那血燕窝里下了相思饮的剧毒，你为何还要吃？对你身体可有害处？无害。这相思饮对我来说是一味极其精妙的避孕之药。避孕？阿锦，如今江家沉冤未雪，朝堂局势瞬息万变，你我皆在刀尖上行走，天下未定，大局未稳，我怎敢让质子降生，去尝着人间的动荡与算计？我懂你的心，阿宁，我们现在不要孩子，我绝不让我们的骨肉生在这吃人的乱世里。阿锦，我需要借你的隐士一用。你说。派人去大理寺把顾家长子找回来，顾家很快就要出大事了。娘，您怎么突然来了？你下个月中旬就要临盆了，娘来看看你，怕你心里害怕。夫君日日开解我，又有这么多嬷嬷照料，我不怕，我甚至很期待这2个孩子的到来呢。王爷到，母亲来了，快快免礼。臣妇来看看王妃，怕她对产子之事心生胆怯。母亲放心，太医产婆皆已待命，定保阿珠与双生子万无一失。王爷心细，我们顾家自然信得过。菊青，王妃平日里在王府都做些什么消遣？回夫人，秦嬷嬷管得严，王妃每日用过海参、燕窝等大补之物后，便要求立刻卧榻静养。王妃大半的时间都是躺在床榻上的。回府，快走！每日大补，绝不下地。这是要把胎儿硬生生催成巨婴，把产妇的产道彻底堵死啊！好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晋王！去大理寺，立刻去把大公子找回来！快去！嘿嘿，大侠别紧张，是我石峰。你大半夜猫在这儿鬼鬼祟祟干什么？当然是有重要的事要找我大师姐汇报。进来。大师姐，有动静了。沈莲的养父钟柏找了一群地痞流氓，在刘宅外头蹲守了7天，但刘宅大门紧闭，刘淑女根本不出来。沈莲似乎急得要咬人了。既然他急，那我们就顺水推舟，帮他一把。石峰，你想办法把刘淑女从刘宅里引出来，给沈莲创造动手的机会。是。引出刘淑女后，你立刻去一趟顾家，告诉顾夫人王已治好，可以收了，带她去亲眼看看靖王的真面目。另外，帮我写一封信给顾一舟，让他务必暗中保护顾夫人。是，大师姐。他仿佛长了一双能看透整个上京城的眼睛，每一个秘密，每一次算计，他都能精准地掐住敌人的七寸。不过，只要是他想做的事，我便替他扫平一切障碍。夜深了，睡吧。明日的戏会很精彩。快，孔桃，快去准备马车！王爷捎信来了，那边要生了。在靖王妃临奔前，我必须也平安生下腹中的长子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夫人莫慌，陶宅就在晋王府后巷，两扇后门一开便是相通的。
王爷早就备下了全京城最好的大夫和产婆，您只要安安稳稳的把小世子生下来，这晋王府未来的主母迟早是您的。快让开！你又发疯了！夫人，您怎么样了？快送我去讨债！我破水了，快生了！叫王爷救我！太子刚把他送进来，他就撞墙自尽了。沈大人，你这大理寺的墙可真够硬的。晋王殿下明鉴，这是因乱党之罪，畏罪自尽啊！行了，这种糊弄外人的鬼话，沈大人就别在本王面前念叨。罗太医到底是因为什么被抄家？你我心知肚明。你从政几10年，若连这点水都趟不明白，本王还真是太看得起你了。江林的案子你打算如何处置？江林小儿狂妄至极，微臣愚钝，还请晋王殿下指点迷星。你如今是主审官，本王岂敢逾越？不过本王可以给你个忠告，你可以从镇国公府下手。王爷，出大事了！是从刘斋送来的急信。胎位不正，而且已经破水，再拖下去，孩子恐怕要窒息在肚子里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夫人这一胎极其金贵，今日若不能让夫人母子平安，你们全得死！在这里没有保大保小，必须2个都活，听懂了吗？是，快拿产钳，强行开宫口！夫人，王爷来了，您一定要撑住啊！阿生，我是不是快要死了？不会的，淑美，只要你母子平安，本王定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嫡出的身份。待大计谋成，本王名正言顺的嫡妻只有你一人，你绝不能弃本王而去。生了！恭喜王爷是个小公子啊！淑美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的长子出生了。顾夫人，母亲，臣妇可当不起你这一声母亲。既然顾夫人已经全听到了，那本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太医早就诊出明珠腹中是个女胎，本王把这个儿子送到她身边，当双生子抚养，这是本王赐给明珠的福气。这样的福气我明珠不需要。你方才同这个贱人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娶我明珠，从头到尾全是在算计。晋王啊，晋王，你当真是狼子野心！我今日只要不死在这儿，就绝容不得你把这外室的种塞给我女儿。那母亲就试试看，你今日能不能活着走出这扇门。滚开！宇宙，顾一舟怎么会来得这么快？外面的重兵全被他解决了。今日之事，绝对有人在背后做局。顾夫人，您听错了，全是我不好，是我勾引王爷在先，是我偷偷怀胎，快生了才敢告诉王爷。王爷是不忍皇室血脉流落街头才出此下策的，求求您给孩子一条生路吧。生路？哪个良家女会不知廉耻的去勾引有妇之夫？你若真怀了晋王的骨肉，你光明正大进府当个通房妾室，我顾家绝无二话。你想留他一命，那就去母留子，以庶子身份抱回王府。但你胆敢拿着外室的种去充当明珠的嫡长子，你试试看。这陶宅与你进王府，不过就隔着2道门。王爷自己去同明珠交代清楚吧。从今日起，由我们顾家的人全面接管晋王妃的饮食用药，寸步不离，死守王妃。娘，加派人手，死死盯住晋王府角门和陶宅。若晋王敢把那孽种抱进晋王府半步，立刻来报。是。王爷，顾夫人说了，去母留子，她便不再有怨言。
只要我死，我们的长子就能进王府当世子。王爷，您回去同王妃好好说。不，你和孩子都不准死！本王绝不受顾家那老夫的要挟。不是算好了下个月中旬临盆吗？为何会提前脱水？王爷，夫人今早收到这封密信，急忙赶来，谁知路上马车被金牛撞翻，这才受惊早产。好一个连环毒气，步步杀机，环环相扣，把本王当猴耍！安插在谢少府夫人身边的眼线有回来复命吗？回王爷，不曾。看来已经被他悄无声息的解决了。整个上京城能布下这等精密死局的，唯有沈婉。他以为除了眼线，这局就天衣无缝了。传密令给沈正一，沈婉在怀州府还藏着一对亲生父母，把今日在场的稳婆全部灭口，一个不留。家主，温水来了。秀儿，这是太子从罗太医那里搜出来的解药，连秦圣医都说谢玉锦吃了这药后身体已经恢复了6、7成，你快服下，定能解你体内的毒障。罗太医怎会给谢玉锦解毒？她不是咱们的棋子吗？朝中出大事了，罗太医今早死在了大理寺。我昏迷这段日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短短半个月，我们沈家家破人亡啊！爹，你相信前世吗？你烧糊涂了，先别想太多，养好身子要紧。我没糊涂，爹，在昏迷的这些日子里，我做了长达1世的梦。在那个梦里，怀州府计划成功，谢玉锦失踪半年，我接管皇城司，成了太子的左膀右臂。而沈婉，她本该是太子的未婚妻。什么？那个梦里，沈莲根本没有这么早回沈家，是沈婉提前把她接回来的。就是从沈婉改变举动的那一天起，我们沈家的运势开始全盘逆转，我们都被算计了。爹，这不是解药，是幕后之人故意钓鱼，除掉罗太医父子伪造的。你是说，背后做局的人是沈婉？没错，就是他。爹，你仔细想想，这段日子沈家发生的每一桩每一件惨剧，哪一个沈婉不在场？老二双腿重伤，娘派人去寻他，他偏偏踩着老二被截肢的那个时间点踏进沈家大门。我跟谢玉简在怀州府遭遇重创，为何偏偏是他毫发无伤，而我却中了这无解的奇毒？你让他回一门求药给沈莲治脸，他却推脱李献一不在商朝，甚至王管事的死、新军图的失踪和重现全能对得上。旁人若是占了贾千金的便宜，遮掩都来不及，他却大张旗鼓的当着全家人的面戳穿，硬把沈莲带回沈家。因为他是回来索命的亡魂，他是来报血海深仇的。家主，大事不好！方才有人在沈家大门口丢下了这封信。沈婉，果真是他！爹，杀了他！顾燕宁留不得了，他若不死，必图我沈氏满门。传我密令，让沈律立刻带上府中全部精锐死士，全速赶往怀州府，去把那对姓顾的哑巴夫妇活着给我绑回来。是。大师姐，晋王把陶宅里的大夫产婆全杀了，还有，晋王派人给沈府送去了一封密信。晋王已经猜出顾夫人的事是我在背后做局，他这是要借沈家的刀来报复我。少夫人，老奴有要事求见。方才沈府派人送来急帖，要少夫人今夜子时务必回沈家一趟。退下。晋王，这是下战书，也是催命符。沈家要你子时回去，就根本没打算让你活着走出来。阿宁，这一趟绝对不能去。不，我必须去。既然他们已经知道我是幕后人，躲是躲不掉的。
我知道沈家今夜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但我顾燕宁就是要亲自去告诉他们，天不收他们，我来收。那我陪你一起去，我绝不允许沈家人动你一根头发。不行，在这件事上，我绝不退让。沈正一有多狠毒，沈府暗中养了多少死尸，我比你清楚。阿锦，我同沈家不只是偷换人生的家仇，我同他们隔着血海深仇。我等这个，等了1个轮回。今夜，就是我和沈家彻底做个了断的时候，你不能插手。更何况，你若随我踏入沈府，哪怕易容，靖王也会立刻在暗中发难。他定会带太医强闯镇国公府查探你的虚实，到时候留在这里顶替你的萧云必会露馅。靖王马上就要对谢家下死手了，你必须留在这里，提前布局。安宁，阿锦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活着从沈府走出来。天亮时，我等我的夫君接我回家。好身手，我儿婉婉，不枉我沈家花费15年心血培养出你这等好角子。沈大人少往脸上贴金了，若非我有利用价值，你怎会费尽心机将我从顾家抢走？你无非是想用我去巩固你沈家的权势罢了。若无我沈家，你区区一个平民之女，能接触到皇后、太子这等尊贵的人物？你本可以做风光无限的太子妃，老夫实在想不明白，你到底为何不愿？为何不愿？前世我被你们当作棋子送给谢玉锦，我以为我是沈家人，步步退让讨好，可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你们血洗我的婚宴！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恶鬼！为何不愿？因为你们沈家根本不配拥有如此完美的顾燕宁，只有沈莲那种丑陋的，才配做你们的好女儿啊！少夫人用的竟是世子的谢家独门身法。沈大人，害沈莲面如夜叉的罪魁祸首，还在逍遥快活吧？应该说，您舍不得处死当年给夫人下毒的王氏女子。夫人进去，外面危险。王德全为何会替你顶罪呢？有些话要从15年前说起。王德全为何能够顺利进入御林军，成为太子殿下的左膀右臂呢？因为他就是王宇娇的弟弟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他在挑拨离间，杀了他！挑拨离间？那王宇娇不仅活得好好的，她还怀了你的孩子，现在就住在永将庄。妹妹，跪下。大哥，你可知四哥有什么癖好？四哥好喜欢在大哥出门时偷偷睡大哥的床，睡大哥的妾。大哥那一屋子的孩子，少不得四哥你的功劳吧？你找死！哈哈，他是个妖孽！放箭，用爱情杀了他！怎么，武器都失灵了？既然你们杀不了我，那就轮到我了。家主，夫人，镇国公府的人把咱们沈府大门给堵了。沈大人，我们小公爷身子不适，急需少夫人回府看诊。小公爷有话，若沈家今夜敢伤少夫人一根汗毛，镇国姑府便立刻叫人踢碎沈家大门，把事情闹大，大不了撕破脸皮，谁都别想好过。不能放了这妖女，杀了她！
放他出府。沈正一，你疯了！夫人，若真把事情闹大，按下个欺君之罪，连累莲儿失去太子赐婚，得不偿失。少夫人，走，小公爷在门外等你。对了，临走前有一件事，女儿实在憋在心里难受。母亲装床的第2个抽屉里，究竟锁着什么惊天大秘密？那里面藏着的，好像是哪个男人写给娘的情书啊！你这个贱人，给我闭嘴！那字迹，我瞧着绝不是爹爹的，娘竟把它当心肝宝贝一样锁着。哎呀，替你们一家子兜着这么多肮脏的秘密，我心里真是累得慌。镇国公前来沈府下聘那日，我可是亲耳听到，娘极其亲热地唤了我公爹一声谢郎呢。你看我做什么？难道你就对得起我吗？你和王雨娇在外面连野种都有了，你还有脸看我？对啊，快去算账吧。想必娘抽屉里藏着的就是你谢郎前时写给你的定情信吧？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沈正一，你给我说清楚王雨娇的事。夫人，打开它，让我看看里面藏着什么。我凭什么打开给你看？那是我的私物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得很。你不开，那我就自己砸。你疯了！还给我！当年嫁给我时，曾指天发誓是已经烧毁了所有关于镇国公的信物，可如今，他竟把这些情书极其宝贝的珍藏了整整20年。那我算什么？我算个什么笑话？沈正一，不要！我都中了沈婉那贱人的离间计，你别看了，我求求你别看了，阿正，我求你了。好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当着我的面把这些东西全部烧掉！快拿火盆来！沈正一，沈莲，你疯了！竟敢直呼你爹名讳，简直大逆不道！我大逆不道？方才沈婉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。原来沈婉根本不是沈家女。当年你们嫌弃我长得丑，把我扔在外面自生自灭，却把大姐姐拖滚，都给我滚出去，锁死院门！你们骗我！你们说一直在寻我，其实就是嫌弃我。你不要再胡闹了！娘嫁给爹，心里却偷偷惦记着别的男人。爹在外面养野女人，还搞大了外室女的肚子。四哥更恶心，居然偷偷睡大哥的妾室。沈婉根本就是个冒牌货，我才是真正的嫡长女！我要告诉全天下所有人，她是假的！沈莲，你给我回来！沈婉这个白眼狼，留不得了，绝对留不得了，必须将他千刀万剐！夫人放心，我已经派沈律带人赶往怀州府去抓他的亲生父母了。只要捏住那2个哑巴的命，不朝弄不死他。阿娘，少夫人可起了，该用早膳了。阿姐，沈家留下来的那些眼线奴婢全部打杀了，装进马车，送回沈家。去把石峰找来，我中了沈四那一掌，受了内伤。叫石峰过来。至于外面沈家那些碍眼的东西，找个借口，全部清理干净。属下领命。你们干什么？抓我做什么？吃里扒外的刁奴，竟敢偷盗少夫人的传家簪！来人，当场乱棍打死！所幸为上级新卖要害，我大师姐底子好，休息几日便没事了。主子，昨夜在沈府，少夫人用的竟是谢氏独门功法，那仿神术极其眼熟。我11岁在密室自创招时，从未教过人，
石峰，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大师姐的过去？你们是怎么相识的？当然是在一门啊。不过那时候我是个连地都扫不干净的菜鸡，所有人皆瞧不起我，唯独大师姐不嫌弃我，什么艺术都耐着性子教我。我这条命就是大师姐的。我大师姐上天入地无所不知，她就像能掐会算一样，每次指明危险我都能避开，是不是超级厉害？石峰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这是我大师姐，就算你不谢我，我也要护她周全。正因为有你在，我才要谢谢你。在那个没有我的岁月里，是你一直陪着她。好了，肉麻死了，我大师姐需要静养，我过2日再来施针。先走一步。阿锦，你醒了，阿宁，你终于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你整整睡了5天，现在是亥时。你感觉身体怎么样？胸口还痛不痛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我现在就叫石峰给你看看？可是心脏痛啊！快来人！不痛了，阿锦，我是骗你的。不许开这种玩笑。石峰说你受了极重的内伤，我真怕你。阎王爷嫌我太凶，不肯收我呢。血海深仇未报，我顾燕宁绝不会死。少夫人，顾夫人来了，说有10万火急的事速见少夫人。明珠要下个月才临盆，顾夫人此刻深夜登门，定是出事了。去见顾夫人吧。婉儿丫头，快救救明珠吧！顾夫人快起，靖王妃怎么了？靖王昨夜同阿珠谈了，阿珠受了刺激，昨夜就开始阵痛。产婆等了1日，口虽然开全，但胎儿太大，根本生不下来。我的阿珠痛晕过去了。我陪你去靖王府，但在去之前，你必须立刻派人回顾府，今夜就给2小姐定下亲事，必须快！你是说，我在做万全打算，若明珠真有不测，靖王定会求取明玉来抚养他那对外父子。若不提前斩断这条路，他必会对明玉下手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让开，太医正在里面救治，王爷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免死金牌在此，谁敢拦我？阿珠，本王知对不起你，可孩子已经生下，本王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，唯有你能劝岳母帮本王遮掩。本王发誓，将来定好好待你。出去！10月怀胎，你骗我怀了双生子，用大鱼大肉将这胎儿喂得如巨石一般，毒死我在产道。你根本没想让我活，你分明就是要我去死啊！莫君言，你骗我，我死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王妃临盆，王爷在这儿干扰，实属不该。沈婉，你若能救活阿珠，本王定会感激你。滚出去！连同你找来的这庸医产婆，统统给我滚出去！阿珠，你听我说，我检查过了，虽然胎儿极大，但你的盆腔条件完全可以生下来，你绝不能放弃。珠儿，你听到了吗？婉儿是李仙一的嫡传弟子，你一定要信他。等你生下孩子，你想回家就回家。忙接你回平章府，顾家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阿珠，用力！顾明珠，你就算不为父母兄长，也要为自己争这一口气。只有你活下来，你才能亲眼看着那畜生遭到报应。你甘心就这样去死吗？我不甘心。生了，是个白胖的千金啊！寻常人家满月的孩子都没这么大，晋王当真是好狠毒的手段。把孩子抱下去，旁人也都退下，把门守死。阿珠，你若真的容不下那个孩子，本王答应你，今日便让人把他们母子送走，此生再不相见。那王爷到底是爱我多一些，还是爱刘淑女多一些？为何不敢看我？刘家惨死，是你把刘淑女藏起来了。
他7岁离宫，自那之后上京城再无此人。莫君言，你把他养在何处？你骗了我整整20年！阿朱，本王对你是有真感情在的。真感情？利用多过感情吧。你为了让我顾家人心甘情愿帮你谋夺天下，连我为你准备的通房妾配都一概不要，只为了立一个深情不二的形象。你藏他养他，蒙骗的我像个全京城最大的傻子。现在东窗事发，你倒舍得弃了他？阿朱，本王向你发誓，以后绝不隐瞒你任何事。好啊，那我要你当着我的面亲手杀了刘淑女，你可愿意？为何不敢？因为你留着他的儿子，本就等着我难产而死，一尸两命。那个对你百依百顺的顾明珠，已经死在了昨夜。明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离开王府，理由我都替你想好了。今夜过后，你便对外宣称王妃难产，一尸两命，从此世间再无穷女。本王不允，绝不允！我不是在征求你的同意，我是在向你宣告结果。莫君言，你若敢强行困我，我顾明珠今日有血溅你府。到那时候，我父兄定会将你夺嫡的阴谋和杀妻的真相大白于天下。阿朱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带你离开。婉儿，我一直很羡慕你，羡慕你可以走出这一方后宅。既然你想好了，娘亲亲自带你离京。你就算要走，也得等坐满月子，否则今日你出了这个门，上京城将再无你容身之处。沈婉，你最好别给本王多管闲事。晋王殿下，托你的福，5日前沈家人没能灭了我，那今日明珠的事我管定了。还有，你记清楚了，我不叫沈婉，我本姓顾，名燕宁。你还有什么阴谋诡计，尽管冲着我顾燕兴使来。今日顾大公子早已将弹劾你的文书送进宫墙，我和明珠若死在王府，朝中再无你莫君言立足之地。晋王殿下，今日你敢杀我吗？放他们走，但不能走大门，从后门离去。走，去西城门，离京。走水了！王府走水了！阿朱，本王的长子啊！恶奴纵火，害我妻女啊！放开本王，本王要陪他们一起死！蠢货，你竟眼睁睁把顾明珠放跑了！母妃息怒，你苦心经营的贤王名声，险些全毁在这蠢事上。你别忘了，是谁把你带进这座府邸的？本宫当初选中你，是以为你够聪明。儿臣知错，凭母妃处置。去把刘淑女处理掉，去母留子。至于顾明珠，本宫自会派人解决。你给本宫安分守己的为妻守灵。是。起来吧。娘娘息怒，晋王到底和刘淑女同族所出，他如此护着同族，足见念旧情，将来登顶定会念及您的帮扶之恩。嬷嬷，你寻机会再去一趟苦佛寺。娘娘，放弃吧，那位根本不见奴婢，您与他母子情浅，若惹了晋王猜忌，咱们刘家就满盘皆输了。终究是本宫生了个没出息的孽障，才让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鸠占鹊巢。罢了，你即刻回刘家，让我哥哥亲自去对付顾家。另外，奴婢明白。我的阿朱啊，往后顾家回不得，晋王府也容不下你，这漫漫余生，你该何去何从啊？娘，只要能逃出那个吃人的狼窝，我不后悔。那就入我顾家门，冠我顾家姓，从此你便是我顾燕宁。是不是很疑惑？为何我明明叫沈婉，却说自己姓顾，还叫燕宁？阿朱，我的亲生父亲叫顾平章，母亲叫于温软。15年前，我父在安陵村救了落难的沈正一夫妇，当时沈夫人诞下一女，也就是现在的沈莲。因为面如夜叉，脸生毒疮，沈正一见我母亲产下的我玉雪可爱，便动了狸猫换太子心思。天哪！沈正一伙同心腹，强夺我做沈家女，把真正的沈家丑女扔给我父母，毒哑了他们，逼迫他们埋掉这所谓的死婴，甚至还
凌辱了我未出阁的姑母。所幸苍天有眼，我寻回了亲生父母和5个哥哥。阿朱，你可愿顶替我入我顾氏门？婉丫头，若将来要我为你死，你都撑得住。是你给了阿朱第2条命啊！夫人不必如此，我也有私心。我帮阿朱，便是要将平章府彻底拉入我的阵营。我要这天下多一个知道我顾家被沈家残忍欺压的见证人。你为了明珠得罪了晋王和刘家，往后若有需要，你随时来平章府寻我或长子。我顾家对你一应必求，绝不负你今日救命之恩。我已将我父母秘密送入晋州的苦禅寺，你也去那里吧。苦禅寺内有高僧坐镇，更有2万极其精锐的僧兵镇守，晋王府和刘家的手伸不进去，可作为你最安全的庇护所。到了苦佛寺，把这封信交给法号天灯的僧兵，那是我4哥。你大哥带死士护送，盘缠和乳母都在车里，娘先回去了，不能让人起疑。阿朱，遇到危险时搬动这颗紫色的串珠，手镯就会发射致命的暗器毒针，这一路绝不会太平，留着防身。谢谢你，婉儿。我也该回家了，阿朱，再见。燕宁，再见。看看这封信，给我的。这是金媚仪20年前写给镇国公的情书，我把它偷出来调包了。阿锦，你看看怎么处理，才能让皇上过目后再精准地落在沈正一的手里？简直不堪入目。是不是疑惑这信当年为何没送出去？不重要了，交给我办吧。我会用药水，先将情书上的字迹隐藏，再用显文水在上面伪造一封江家灭门血书。只要把这封信夹在我爹的公文里，沈正一的眼线自然会想办法去查。